海马斯不请自来，热情参与俄军海步旅庆典活动，带走了一批铁杆粉丝。乌军发布最新战报，近1个月俄军损失惨重。亚美尼亚倒戈不仅不参加吉安组织会议，还打算为乌克兰援助战术弹道导弹。美国为台湾提供大量单兵装备，前线士兵有福了。朝鲜半岛局势骤变，朝鲜撕毁与韩国签署的军事协议。印度宣布增程版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试射成功。话不多说，本期资讯即将开始。海马斯真是不讲武德，在俄军举行庆典的时候不请自来，点燃了俄军营地的热情，并且还带走了20余位铁杆粉丝。在11月22日，乌克兰军方证实，乌军对一个俄军特种作战指挥所发动了袭击。这个指挥所位于赫尔松奥列什基附近，俄军在此部署了第810海步旅，当时正在举行第810旅的周年庆典活动，士兵正在接受受训。为此，俄军还举办了一场音乐节，结果没想到乌军获得了消息，利用海马斯发动了袭击。据说乌军之所以能确定袭击地点，是因为受训仪式音乐节的广告。然后乌军第128旅利用海马斯进行了打击。根据乌军第59旅空中侦察部队指挥官证实，此次袭击造成俄军25人阵亡，另外还有100余人受伤。同时这名指挥官还补充说，这是对乌军第128突击旅遇袭的报复。在11月3日，乌军第128突击旅第65炮兵旅在128旅部的野战餐厅举行了受训仪式，结果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28人阵亡，53人受伤。在事件发生后，乌克兰媒体痛骂乌军进行公开的聚集性活动，所以这位指挥官才表示，这是对俄军进行的报复。在这次袭击事件中，俄罗斯舞蹈家波琳娜·曼西赫也在这场袭击中丧生。当时这位正在音乐节进行表演。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810旅是黑海舰队的精锐，但也因此成为最悲催的存在。这支部队是去年进攻马里乌波尔的主力，结果在去年3月份战斗中，该旅旅长被乌军击杀，其后至少还有2位继任旅长被击毙，各级别的军官也阵亡了数十人。最近的一次被摧毁是在扎波罗热罗伯季涅的战斗中。在这次战斗中，俄军多支作战部队被歼灭，例如来自远东的第155海军陆战旅，另外还有这个第810旅几乎被全歼。当然，战后俄罗斯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兵员补充，并没有进行撤销。虽然建制还在，但兵员早已换了好几轮。目前来说，俄乌战场各个战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乌克兰陆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亲自发了战报，称俄军在巴赫穆特等地的进攻都被乌军击退，并宣布自本月以来，俄军在各个战场已经损失了超过6500人，以及800余台重型装备，包括79辆主战坦克、136辆装甲车以及170门各类火炮。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之间裂缝扩大，存心让俄罗斯难堪。在亚美尼亚最新公告中，国防部长苏伦帕皮基扬通过国防部发言人阿拉姆宣布，不会参加即日在白俄举办的吉安组织会议。其实，苏伦帕皮并不是第一个拒绝出席吉安组织会议。在此之前，亚美尼亚总理西尼扬也宣布拒绝出席吉安组织会议。随后，外交部长米尔佐扬在与白俄外交部长阿列伊尼克的通话中也表示，同样不会参加会议。从这一系列的态度中就能看得出来，亚美尼亚想要与吉安组织拉开距离，通过高层拒绝参加会议的行为来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对吉安组织乃至俄罗斯的不满。看到这种情况，火力军有理由相信亚美尼亚想要脱离俄罗斯，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亚美尼亚还宣布与美军进行联合军演，演习目的是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参与国际维和任务做好准备。另外，亚美尼亚正在考虑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计划从本国库存中移交200枚原点战术弹道导弹，该导弹系统也在乌军中服役，因此不需要存在额外培训的问题。同时，亚美尼亚还将援助萨姆巴防空系统。
亚美尼亚转向欧美，就是为了加强与欧美国家的合作，并获得更多的军事支持。显然，亚美尼亚已经厌倦俄罗斯，因为在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亚美尼亚并没有得到俄罗斯足够的支持，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领土争夺，使得国内反俄浪潮愈演愈烈。另外，亚美尼亚与乌克兰的关系在近些年也算不错，在近些年也得到了明显加强。除了导弹供应以外，两国在其他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包括经济、能源以及文化等领域。这次移交导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按照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不断为台湾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而在最新一轮的军事援助中，美国为台湾提供了8万套单兵装备以及1000挺 M240B 机关枪。主要还是因为在近段时间，台湾军方在全面盘点军队装备时发现，在单兵装备方面仍有不足，担心明年新兵报到后，个人战斗装备还有缺口，比如先进头盔与战术背心等。在经过美国联系后得知，在美军库存中有大量单兵战斗装备新品，所以台湾才打算通过军援的方式来获得这些装备。其实从2023年8月份开始，美军包机就陆续在深夜抵达台湾，运送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在11月初，也有对台军援武器陆续经过韩国乌山美军基地和美国伯明翰，然后通过美军包机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最近抵达台湾的这一批装备，包括8万套美军现役单兵装备，全部采用模块化设计。除了一般的护目镜、背包以及防弹衣、头盔等，还配备了夜视装备、掌上电脑以及侦察仪等装备。整套单兵装备造价达到数万美元。除了这些单兵装备以外，此次还提供了1000挺 M240B 机关枪。要知道，目前台湾地面部队仍在装备 T74 排用机枪，至今已38年。此次援助的 M240B 机枪，枪重约 12.29 公斤，全长约123公分，采用 7.62 毫米子弹，有效射程约 3.7 公里左右，每分钟射速约550发至650发之间。除了可以单兵使用以外，还能装备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小型水面舰艇上。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20余名众议院议员正要求向台湾军售的 F-16V 交付计划不再延宕。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国防省在11月23日发表声明，撕毁2018年与韩国签署的朝韩军事协议，并表示从现在开始，朝鲜不再受到协议的约束，将立即恢复因上述军事协定而暂停的所有军事设施。在2018年的时候，为了半岛的安定，朝鲜与韩国签署了一份协议，结束双方的军事行动。对于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所有问题，双方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用武力，不会采取任何方式或手段入侵、攻击以及占领对方的管辖区域。同时还约定，自2018年11月1日开始，停止在军事分界线一带针对对方的各种军事行动等一系列的约定。其实，朝鲜想要撕毁协议的想法一直都存在。11月21日，在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之后，韩国采取了暂停上述军事协议并恢复军事分界线附近侦察飞行的举措。对此，朝鲜发出了控诉，表示在韩国的故意下，朝韩军事协议早就沦为一纸空文，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责任一定在韩国方面。既然你不仁，那就不要怪我不义。韩国也没想着坐以待毙。所以在半岛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在11月22日，韩国与英国签署了一份协议，旨在强化两国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关系。在军事方面，韩国与英国希望能加强联合演习，并计划让英国舰艇参与巡逻，以确保对朝鲜的制裁得到遵守。韩国在这个时候与英国签署协议，就是在针对朝鲜，因为在韩国眼里，朝鲜始终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近些年，双方不断加强军事存在，朝鲜试射洲际导弹，韩国研发先进战机，你来我往的，都不愿意落入下风。美国为了帮助韩国，此前将里根号航母部署在韩国，在里根号航母离开之后，美军又出动了战略轰炸机。与里根号不同， B-52H 是第一次来到韩国。另外，韩国也计划发射军事卫星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
半岛局势一触即发，火力军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短时间内估计是不可能了。近期，印度海军宣布 P-15B 型驱逐舰成功试射增程型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是印度海军在正式装备前的首次试射。未来，布拉莫斯及其衍生家族将成为印度海军超音速反舰导弹的主力力量。布拉莫斯反舰导弹是由印度与俄罗斯研发研制的超音速反舰导弹，是在俄罗斯宝石反舰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具有超音速多弹道的性能特点，可以携带300公斤常规弹头，采用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 2.8 马赫，最大弹道高度15000米，在采用高空弹道时射程可以达到290公里，而增程版本的布拉莫斯射程更远，甚至可以达到基础版本的2倍，达到500公里以上，同时还能携带多种弹头，包括高爆弹、破甲弹以及反辐射弹等。此外，增程版布拉莫斯的制导系统增强了导弹的命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采用多种制导方式，包括惯性制导、GPS 雷达制导以及红外制导等，使得反舰导弹可以在复杂的海洋环境中进行精确打击。按照印度的说法，海军所有一线舰艇都将配备这款反舰导弹。此外，还打算利用增程版布拉莫斯反舰导弹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对于这款导弹的出口，印度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目前已经有几个国家对这款导弹感兴趣，包括菲律宾、越南以及印尼等国。其中，菲律宾已经率先列装了3套陆基版布拉莫斯。好了，这就是本期资讯内容，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